今天我们来聊黄金价格。会关注金价、贵金属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，例如长辈跟本身就有在存金条的民众，或是即将结婚的新人。金价攀升的话题在这些人身上从没断过，甚至有个民间说法，农历7月金价会掉，是真的吗？金价的涨幅其实影响的不是看台湾民俗，是在全球经济以及美元。所以农历7月金价会掉吗？我也想要掉啊，这样我每年这时候多买黄金就好了啊。那决定金价的关键是什么呢？先来厘清美元与黄金的关系。美元汇率与黄金价格像是在天平两端，基本上这两个商品就是站在对立面的情敌。当美元强势，金价下跌；当美元弱势，金价上涨，跟跷跷板一样。再来跟你们说一个大部分买金条的长辈的不知道的，其实黄金是以美元计价的，所以当美元升值，对于其他货币国家来说，购买黄金的成本就会变高，进一步导致需求减少，带动金价下跌。再来，美元跟黄金都是流通国际的储备跟避险工具，所以它们两个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。当美元强势，自然就会削弱黄金的需求。什么是避险工具？像是战争时，金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投资，因为金条不会受到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，也不会像货币一样失去价值，变成废纸一张。金条在全球都有市场，方便流通，所以在战争时还是比较保值的选择。不过，实际上牵动黄金走势的因素很多，除了美元汇率之外，通膨与利率也会影响金价。先来说通货膨胀的部分，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优秀选择，被当作对抗通膨的武器。当市场出现风险，投资人就会把投放在风险资产上的资金挪移到避险资产上。对于未来收益不确定的资产，就是风险资产，例如股票、基金等等。所以，通膨对黄金是正向的。当通膨预期升，往往会推升金价上涨，越多人买，价格也会跟着拉高。如果从利率的角度来看，就不一样了。利率跟黄金成反向关系，利率越高，对黄金价格越不利，因为存在银行里的钱，利息上升时会变多。但是你买黄金，它是不会生利息给你啊，它是无息资产，这可以理解吧？所以许多人会选择这时候把卖黄金的钱存在银行生利息，这就让黄金出现抛售潮，带动金价下跌。现金利率越高，价值变厚了，黄金的价值就会变薄。而为什么有时候美国升息反而造成金价上涨？大方向来说，宣布升息对黄金价格的影响取决于：第一，加息是否满足预期；第二，对通货膨胀跟美元的强弱势影响；第三，实际避险需求等因素。如果上述因素对黄金更为有利，升息反而可能推动金价上涨。这部分我们下回再来聊。黄金期货在9月5日跌到约1周的低点，主因是中国和欧洲的经济数据都低迷，经济成长担忧刺激美元跳涨，并打压贵金属行情，是8月28日以来最低收盘价。所以金价的涨跌主要跟着国际期货其中的黄金期货走势去影响。如果想要看懂黄金接下来的走势，我们也有国际期货的线上文章可以让你学习啦。